此人名叫杜天道，可他的所作所为却毫无天道可言，仗着自己身怀绝学黑虎三式，平日里横行霸道，欺压乡里，很多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早生怨恨。这天夜里，杜天道带着心腹万总管外出办事，天南三虎趁机闯入自己家中。他们看不惯杜天道在武林中作威作福，竟砍断杜天道妻子的双腿，又将其子杜长的双臂砍掉。杜天道赶回家中，目睹如此惨状，悲怒交加，祸不及妻小，江湖仇杀倒也正常，可对女人小孩下手又算什么本事？杜天道直接使出黑虎三式，一招一个将他们尽数击杀。妻子失血过多，当场死亡，儿子没了双臂，杜天道心疼不已。他发誓要请最好的铁匠为儿子重铸双臂，让他可以继续习武。时间一晃，10年过去，杜长已经换上第7双铁手，终于将铁手融为一体，配合黑虎拳法，你臂力竟十分惊人。铁手能够伸长不说，还能发射暗器。可是遭此大难，杜天道父子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怨恨天道不公，行事更加肆无忌惮。他们抓来天南三虎的后人，也不取人性命，只是作为练手的靶子，将他们尽数打成残废。杜天道心想，儿子失去双臂还能练就一身好武功，那些比不过他的人才更应该残废，可见他的内心已经逐渐扭曲。这天，杜天道一行人气势汹汹来到丽旅客栈，众多食客吓得连忙起身相迎。陈顺是个外乡来的卖货郎，坐着纹丝不动。小二好心让他也赶紧站起来。陈顺不明所以，就要发问，突然眼前发生的事情让他明白了一切。2个青年只是笑了一声。杜家父子不讲道理，认为他们是在笑话儿子没有双手，竟直接动手将他们打成重伤。陈顺嘀咕几句，却又被小二赶紧制止。不想这时一个汉子站了出来，汉子名叫韦打铁，是乡里的铁匠。看到又有人被恶霸欺负，他对杜家父子破口大骂。一旁的陈顺听着痛快，附和一句老天有眼，却不想就是这句话终于把杜天道激怒。老天有没有眼不知道，反正你是没有眼了。只见杜长飞身下楼，直接用铁手戳瞎了他的双眼。陈顺痛恨交加，自己只不过多了句嘴，则没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。而骂完杜家的韦打铁也不好过，他被强行带到杜家天道庄，杜天道命人硬生生给他喂下哑药，让他再也不能开口骂人。韦打铁悲愤不已，杜天道又猛然使出一招双耳贯雷，韦打铁彻底成了聋哑人。杜家父子横行乡里，所做恶事远不止这些。这个名叫胡阿贵的男子只是走路不小心撞到杜长，就飞来横祸。杜天道怪他不好好走路，当街砍断了他的双腿。这3人同病相怜，在铁匠铺互相配合，勉强也能维持生计。可偏偏杜家还不放过他们，威胁镇上百姓不准来这里打铁。一时间，3人已到穷途末路。直到这天，镇上来了一位侠士，侠士名叫王毅。他在听说此事后愤愤不平，只身前往天道庄，只求打抱不平，为民除害。怎奈双拳难敌4手，在万总管和杜长的夹击之下，遗憾落入贼手，其下场可想而知。杜天道命人给他套上头箍，使劲转动铁链。就这样，一个翩翩侠士竟被硬生生折磨成了失智。王毅为3人报仇，反遭杜天道父子毒手。3人痛心，决定帮王毅找到家人。胡阿贵从王毅身上搜出一封信，原来王毅是英庄之主英大侠的徒弟。3人一路走走停停，来到英庄，送回王毅，下定决心留下来拜师学艺。英大侠直言，正常人练武尚且不易，更何况3人身有残疾。但听说几人遭遇，还是动容不已。他决定无论再难，也要让他们武功有成。陈顺双眼失明，就让他练习听声辨位的技巧，做到以耳代目，同时还传他应声而动的功夫。英大侠让门下弟子扔出铁环，只见陈顺飞身跃起，精准接住铁环，试着能从铁环贯穿而过。练到最后，就连失智的王毅都觉得他是庄稼。韦打铁两耳失聪，英大侠就在他手中画字，传他练木之法。只见火轮转动，韦打铁紧盯目标，找准火轮间隙，一一击破。同样也传他一套密不透风的身法。韦打铁目光所及，来回沙包均被他尽数躲避。至于后背，则在面前装上一面镜子，这样就可以兼顾四周。吴阿贵失去双腿，英大侠就让韦打铁给他打造一双铁腿，传授他腰腿合一的腿法。时间一
久，不光能行动自如，通过腰身发力，出腿更是迅速有力。王毅向他扔出木棍，竟然一根不落的尽数踢断。三人身残志坚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学有所成，是时候去找杜天道报仇。时隔3年，三人稳重了许多。得知杜天道即将举办45岁寿宴，陈顺提议几人兵分3路，先摸清对方全路，再伺机报仇。陈顺假扮丧命先生来到客栈，碰巧遇到了万总管。万总管一眼认出陈顺就是当年瞎子，出手教训，却发现竟然讨不到半点好处，没有恋战，带着众人悄悄退去。万总管吃瘪，却又不想因此事惊动杜天道，找来2大高手商量如何对付瞎子。而这一切正好被杜天道师弟居高峰听到。居高峰身材魁梧，一身硬功，练至大成，万总管铁链都可轻易震断。居高峰嘲笑他们唐南3大高手竟耍手段对付一个瞎子，不是英雄所为。当天晚上，万总管还是带人找到陈顺，他阴险狡诈，面人敲锣打鼓干扰陈顺听力。陈顺听声辨位，无法施展，只得胡浪挥舞手中长棍，苦苦支撑。还好美打铁及时出现，他打掉锣鼓，2人瞬间破局。万总管见势不妙，要撤离，壮汉居高峰却突然出现，他命万总管一帮人全部推下，自己独对2人，还跟2人打赌，站着不动，让人打3拳踢3脚，输了不带找对方麻烦。别说居高峰确实有自傲资本，美打铁全身捶打都没撼动他分毫。陈顺飞身一脚，自己却被弹飞。正当2人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吴阿贵赶了过来，提出自己也要踢3脚。居高峰毫不在意的答应，直到是又来一个送死的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吴阿贵乃是一双铁脚。只见冯阿贵飞身一脚，居高峰直接被洞穿心脏，当场毙命。几人商量，吴阿贵继续隐藏起来，他这双铁脚，敌人越晚知道越好。闹出这事儿，杜天道闻讯而至，直接使出黑虎3式，只求速战速决。就不想正中下怀，被陈顺2人摸清了黑虎拳法路数，如愿以偿。2人二话不说，直接撤离。杜天道寿宴在即，也不纠缠，打算秋后算账。陈顺几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等别人动手，远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寿宴当天，趁杜天道父子广邀天下豪杰之际，陈顺2人闯入天道庄，却不想万总管正严阵以待。只见院内挂大满铜镜，摆满大鼓，恰好各执2人所长。正当节节败退之际，王毅赶了过来。他虽然失智，但武功尚存，一顿捣乱，将大鼓一一推倒。陈顺2人趁势打回铜镜，没有这些干扰，一干小喽啰不是对手，尽作鸟兽散。2人分别对上2个头目，一番打斗，也是纷纷送他们领了盒饭。和杜天道父子最终碰面，2人稍作谋划，由北打铁利用身法优势缠住杜天道，待陈顺解决杜长后再合击一处。然而交上手才知道没那么容易。杜长虽然没有杜天道老道，却也尽得黑虎拳法真传，陈顺只有招架之力。北打铁这边更不用说，险之又险，避开杜天道的拳路，稍不注意就会命丧当场。好在王毅加入战场，他拿着铁圈与陈顺相互配合，杜长渐渐落入下风，王毅更是直接利用铁圈将他套住，动弹不得。杜长用铁手暗器重伤王毅，哪知王毅失智，不知疼痛，手中铁圈仍死死套住杜长。杜长不待留手，铁手伸出直插王毅心脏。一旁陈顺没有浪费王毅用生命制造的机会，又另一个铁圈从后面套住杜长。就这样，杜长脖子被2人生生勒断，王毅同样身亡。陈顺顾不得悲伤，赶紧过去助力为打铁。2人夹击，情况稍有好转，但杜长身亡，杜天道攻势越发凶猛。僵持间，铁腿胡阿贵终于破伤而入，3人围攻杜天道。杜天道终于手忙脚乱，箭杆吃力，不知不觉竟被逼到了墙角。陈顺见时机已到，他蹬墙起跳，周身翻转，来个倒挂金钩，死死扣住杜天道双臂。韦打铁会意赶紧控制住杜天道双腿，动弹不得的杜天道还心存侥幸，哪知一旁胡阿贵趁机发难，扭转腰身就是全力一击。杜天道顿感全身无力，艰难而吐出几个字：你的脚势。终于恶有恶报，一命呜呼。